歡迎嚟到懸疑檔案。醫護人員係我哋生活中嘅無名英雄，佢哋竭盡所能咁守護每一條生命。然而，加拿大嘅一名護士就違背咗佢嘅天職，將自己當成咗掌控生殺大權嘅判官，更加令療養院入邊嗰啲無辜脆弱嘅生命白白咁成為咗佢嘅犧牲品。最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嘅係，如果唔係佢主動自首嘅話，佢嘅冷血行為可能永遠都唔會被揭發。今日我哋就嚟講下呢個療養院殺手 Elizabeth Beth Radlofer 嘅故事。Beth 於1967年6月10號出生喺 Woodstock 一個虔誠嘅浸會家庭入邊。佢嘅性格怕醜，行為有啲笨拙，加上父母對佢過度嚴厲嘅管教，導致佢冇乜嘢朋友，仲成為咗同學霸凌嘅對象。長期嘅霸凌亦都令 Beth 嘅性格出現咗扭曲，佢嘅報復心強，性格亦都變得越嚟越狡猾。有一次，佢故意敲響咗學校嘅警鐘，希望可以令佢討厭嘅男同學惹上麻煩。不過，佢擅長利用面上嘅微笑嚟到偽裝自己，所以大家都唔認為佢會做出啲咁嘅事，反而仲覺得佢係一個和藹可親嘅人。青少年時期，Beth 就意識到自己係一個雙性戀者，但係佢就因為外形而冇認識到任何對象。高中畢業之後，佢進入咗大學，並領到咗宗教教育輔導嘅學士學位。之後，佢發現自己對護理系更加感興趣，所以又進入咗另一間大學攻讀護理系嘅課程。雖然 Beth 而家已經成年，但係佢嘅爸爸依然要插手管制佢嘅生活。佢甚至仲喺大學度報讀咗一個課程，方便佢監視 Beth 嘅一舉一動。有一次， Beth 同女朋友一齊去到咗一間對同志友善嘅教堂度進行禮拜。佢嘅爸爸知道之後，即刻就闖咗入去，並喺大庭廣眾之下夾硬將 Beth 帶返屋企。之後 Beth 就被爸爸送入咗一個宗教營，希望可以借助宗教嘅力量扭轉 Beth 嘅性取向。不過咁樣嘅做法唔單止無效，反而仲令 Beth 產生咗自我厭惡嘅感覺。大學畢業之後， Beth 喺 Woodstock 做過好多照顧老人同埋殘障人士嘅工作。1997年，佢同長途貨車司機 Donnie 結咗婚。結婚之後， Beth 就患上咗邊緣型人格障礙同埋躁鬱症等精神疾病。為咗舒緩症狀，佢開始喺工作嘅地方度偷藥，仲因為服食過量嘅藥物而暈咗，導致佢嘅護士執照暫時被凍結。之後 Beth 就開始喺網上結識其他嘅女性尋求慰藉，並同一個叫做 Sheila 嘅女人開始拍拖。事情曝光之後，忍無可忍嘅丈夫 Donnie 就同 Beth 離咗婚，跟住 Beth 就搬入咗 Sheila 嘅公寓度，展開咗同居生活。不過 Sheila 好快就意識到 Beth 嘅脾氣暴躁，經常都為咗一啲小事發脾氣，而佢哋之間嘅摩擦亦都越嚟越多。2007年6月，喺護士執照被解凍之後， Beth 就進入咗 Cason Care 療養院工作，同時都將佢形容成一位熱愛工作、富有同情心而且非常專業嘅護士。萬萬估唔到，嗰個喺日頭笑臉迎人嘅溫柔護士，喺夜晚就變成咗冷血無情嘅連環殺手。喺熟悉咗工作環境之後， Beth 就對療養院入邊嘅兩位老婆婆注射咗過量嘅胰島素。好彩嘅係，佢哋被及時搶救，成功逃過咗一劫。雖然佢哋之後都係過咗身，不過醫生判定佢哋係死於自然，死因並冇可疑。2個月之後，84歲嘅 James 就成為咗 Beth 嘅第一個受害者。James 係一位打過2戰嘅退役老兵，佢患有失智症，最近仲啱啱中咗風，需要專人長期照顧，所以仔女就將佢送入咗療養院，希望佢可以得到妥善嘅照顧。2007年8月11號，James 就被 Beth 用過量嘅胰島素殺害咗。雖然 James 嘅家屬曾經要求進行驗屍，但係考慮到 James 年事已高，加上佢啱啱先至中過風，所以醫生認為 James 係死於自然，並拒絕咗佢哋嘅要求，亦都自然冇人懷疑到 Beth 嘅身上。事實上，喺 Beth 殺害咗 James 之後，佢曾經同女朋友 Sheila 承認咗自己嘅罪行。不過 Sheila 當時並冇選擇報警，而係選擇離開 Beth。
Sheila 嘅離去令 Beth 感到非常憤怒，於是佢就將自己嘅怒氣同埋痛苦繼續發洩到療養院嘅無辜病人身上。喺2007年至2014年期間，Beth 對療養院嘅8位病人注射咗過量嘅胰島素，造成其中6人不幸身亡。佢之所以會選擇胰島素作為武器，係因為當局對胰島素嘅管制相對寬鬆，而作為唯一一個當夜間嘅註冊護士，Beth 有絕對嘅權限可以使用胰島素。另外，過量嘅胰島素並唔會令病人即刻死亡，就算之後進行驗屍，法醫亦都好難判定呢啲病人嘅真正死因。為咗降低病人嘅疑心，Beth 每次都會同病人講，呢個係醫生交代要幫佢哋注射嘅維生素，而大家都會乖乖配合，不知情咁踏入咗佢嘅死亡陷阱。事實上，Beth 喺作案之後曾經多次同其他人坦白自己嘅罪行，但係就冇人選擇報警。2011年，Beth 向療養院嘅一位年輕義工自首，最後並冇警察揾上門。2014年，Beth 又同社區嘅牧師講述咗自己嘅罪行，然而牧師只係勸佢唔好再繼續坐落去，並幫佢祈禱，然後就冇咗下文啦。跟住佢同一位前男友承認咗自己嘅罪行，但係前男友並冇將佢嘅說話當真。之後Beth 又同自己嘅律師講述咗自己嘅犯案過程，不過律師就勸佢最好將呢個秘密帶入棺材，亦都自然冇選擇報警。2014年3月，Beth 就被療養院解雇咗。根據程序，療養院喺解雇一位註冊護士之前，必須先向護士工會提交一份報告，列明該名護士被解雇嘅原因。Beth 嘅劣跡斑斑，其中包括態度粗魯、經常欺負同埋騷擾新人護士、多次醉酒返工同埋用藥失誤等。不過喺護士工會介入之後，療養院最終向 Beth 支付咗2000加幣嘅遣散費。另外，Beth 嘅離職原因亦都從被解雇改成咗因私人理由辭職。工會仲幫佢寫咗一封推薦信。之後 Beth 就拎住呢封推薦信喺好幾間療養院度做兼職護士，並為3位病人注射咗過量嘅胰島素，導致其中1人死亡。事實上，Beth 喺咁多年以嚟，每個月都會睇精神科醫生。醫生開咗2種藥俾 Beth 長期服用，好明顯呢啲藥物對 Beth 都起唔到作用。2016年9月16號，Beth 辭去咗所有嘅工作，並自願入住咗一間專門幫人戒除藥癮同埋治療精神病嘅治療中心。之後佢向呢度嘅職員坦白咗自己嘅罪行。呢一次，職員即刻將呢件事上報俾護士工會，並通知咗警方。與此同時，Beth 亦都親自 send 咗封電郵俾護士工會，辭去佢註冊護士嘅職位。跟住佢聯絡咗護士工會嘅一位調查員，並 fax 咗一封長達4頁嘅手寫自白信俾佢。2016年10月，Beth 就被警方逮捕咗。喺審訊室，Beth 詳細咁講述咗自己嘅犯案過程，並表示佢有分辨是非黑白嘅能力，但係佢嘅腦入邊就一直出現一把聲音，指使佢去殺人。Beth 稱佢認為係上帝叫佢幫呢啲老人家解脫。事實上，呢啲老人走得並唔安詳。過量嘅胰島素會導致頭痛、頭暈、癲癇、全身水腫、休克，最後死亡。所以 Beth 嘅行為並唔係喺度幫啲老人家解脫，而係喺度折磨佢哋，加劇佢哋嘅痛苦，直至死亡。Beth 表示，佢每次殺咗人之後都會覺得好愧疚，所以佢先至會同其他人坦白佢嘅罪行。但係大家都冇將呢件事當真。之後佢腦入邊嘅聲音又再次控制住佢，導致佢冇辦法停止殺戮。最終 Beth 被控方以8項謀殺、4項企圖謀殺同埋2項嚴重襲擊嘅罪名起訴。Beth 嘅精神評估報告顯示，佢嘅精神唔穩定，並展現咗邊緣型人格障礙嘅特徵，包括情緒漂浮不定、害怕被遺棄同埋衝動易怒等。另外，專家亦都認為 Beth 有嚴重嘅反社會人格障礙。喺庭審中， Beth 承認咗所有控罪，並放棄為自己辯護嘅權利。
最終 Beth 被判8個無期徒刑，25年內不得假釋。與此同時，加拿大政府亦都對本案展開咗深入嘅調查。最令人感到震驚嘅係，喺 Beth 犯案嘅9年期間，佢嘅上司、同事、病人，甚至係病人嘅家屬，都冇任何一個人曾經懷疑過 Beth。亦即係話，如果唔係 Beth 主動自首嘅話，佢嘅罪行可能永遠都唔會俾人發現。另外，調查報告亦都顯示，喺 Beth 當監嘅日子入邊，總共有180位病人過身。咁樣不禁令人懷疑，入邊到底有幾多個人係真正死於自然，又有幾多個人係遭遇 Beth 嘅毒手。為咗避免類似嘅悲劇再次發生，當局宣布將會改善佢哋嘅監督機制，包括通過課程提升護士嘅水平，對所有嘅護士進行更深入嘅背景審查，同埋加強用藥嘅審核同追蹤等。之後，其中2位死者嘅家屬對療養院同埋護士工會提出咗訴訟，並要求一筆精神損失賠償金。不過，網上嘅資料並冇提到呢場訴訟嘅結果。